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来钩织这款樱花花片，可以做成束口包或者樱花挂件。首先来看一下图解，先环形几针，钩3个辫子针，再钩一个辫子针，还有一个长针、辫子针、长针、辫子针，这样循环，一共要做10组。花心用深粉色，左手食指绕2圈，环内起针，先钩一个辫子针，固定拉紧，然后钩3个辫子针，在最后一个辫子针上用记号扣做好标记，再钩一个辫子针，然后绕线，在环内钩一个长针，再钩一个辫子针，一个长针，这样我们就钩了3个长针，我们一共需要钩10组。看一下图解，起针的3个辫子针算作一个长针，一共10个长针。钩好10组之后，我们要收紧线圈，最后和记号扣标记的第1针进行引拔连接，拉大线圈断线，第1圈就钩好了。接着来看一下第2圈的图解，橙色的部分，我们在上一圈的每2个长针中间的辫子针处入针，先钩一个短针，一个辫子针，然后在下一个2个长针中间的辫子针处钩一个长针，一个辫子针，一个长针，一个辫子针，一个长针，一个辫子针，下一个入针处再钩一个短针，一个辫子针，这样循环一共钩5组。这一圈我用浅的樱花粉色线，找到上一圈2个长针中间的辫子针的空隙，我们能看到这里有很多洞，我们就在这个洞里面入针，每一次入针位置都是在这个洞里。这里我直接把线从洞里带过来了，大家也可以先把浅色的线打一个结再带过来，把线头压在下面，钩一个锁针固定，还在同一个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，这是第1针，我们用记号扣做一下标记。接着再钩一个辫子针，绕线，我们在下一个洞里面入针，能看到这个很明显的一个洞，我们在这个洞里入针，先钩一个长针，接着一个辫子针，同一个入针位置再钩一个长针，线头呢就可以剪断了。一个辫子针，接着呢钩最后一个长针，钩好后再钩一个辫子针，这样第1个组合就钩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在下一个入针位置还是这样很明显的大洞，入针钩一个短针，接着还是一个辫子针，下一个入针位置我们钩3针长针和辫子针的交替组合，接着来钩第2个长针、辫子针，第3个长针、辫子针，
继续下一个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，这样循环把这一圈钩完。最后一组钩完后，我们要和第一针进行引拔连接。先把记号扣取下来，不需要断线。我们继续钩第3圈。先看一下图解。第3圈紫色的部分，我们要在上一圈3个长针的第一个长针里入针，钩一个短针和一个中长针，接着钩一个辫子针，在第2个长针上钩一个长针，3个辫子针，一个引拔针，3个辫子针，一个长针，然后一个辫子针，第3个长针上钩一个中长针和一个短针的组合。这样一直重复4次，一共钩5组。我们首先来找一下入针位置，先找到3个长针的第一个长针上方的针目，我们要在这里入针。先钩一个起立针，接着直接在第一个长针处钩一个短针。我们还是用记号扣把它标记好。同一入针位置钩一个中长针，然后钩一个辫子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找到第2个长针的针目，先钩一个长针，接着钩3个辫子针，同一入针位置钩一个引拔针，继续钩3个辫子针，同一位置再钩一个长针，接着钩一个辫子针，找到第3个长针的针目，我们在这里钩一个中长针和短针的组合，先钩一个中长针，同一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。这样第一组的花样我们就钩好了。接着来钩第2组，找到下一个3个长针的第一个长针的针目作为入针位置，钩一个短针和中长针的组合，接着钩一个辫子针，在第2个长针的针目处入针，钩一个长针，3个辫子针，同一针目钩一个引拔针，接着3个辫子针，同一针目再钩一个长针，再钩一个辫子针，第3个长针的针目处入针，钩一个中长针，同一针目再钩一个短针。这样第2组的花样也钩好了。以此类推，我们就这样一直把这一圈都按照同样的方法钩制完成。再来仔细看一下，在3个长针的针目处入针。最后一组花样钩好后，依然是和第一针进行引拔连接。取下记号扣，拉大线圈，断线。我们再把这个线头从和第一针引拔的位置，从后面往前入针，把线头拉到背后，再把线头在织物的背面隐藏一下。最后把线头剪断就可以了，一片樱花花瓣就做好了。接着来钩绿色的叶子部分，先看一下图解。入针位置是在上一圈的长针的针目入针，先钩一个短针，然后3个辫子针，下一个长针处钩一个短针，3个辫子针，接着在2个短针中间钩一个枣形针，
再钩3个辫子针，这样就形成一组花样。重复4次，一共需要钩5组。叶子用绿色的线。先来看一下入针位置，先找到上一圈的任意一个花瓣的第一个长针的针目。第一个长针，这是3个辫子针，下面的这个就是长针的针目。入针，绿色的线带过来，钩一个锁针固定，同一针目里钩一个短针。第一针用记号扣做好标记，接着钩3个辫子针，然后找到下一个入针位置，也就是花瓣的第2个长针的针目。在这里呢，再钩一个短针，接着继续钩3个辫子针。下一个入针位置是在这个形成的拐角的中间部位，2个短针的中间位置。大家看一下，2个短针的中间位置入针。如果实在找不到，我们也可以在两边的任意一个短针处入针。这里我是在2个短针的中间位置入针，我们要钩一个3个未完成长针的枣形针，绕过前2个线圈，然后继续绕线，同一个位置入针，依然是带过前2个线圈，接着钩第3个，还是绕过前2个线圈。这个时候钩针上有4个线圈，绕线依次拉过4个线圈，再钩一个辫子针，这样一个枣形针就钩好了。再钩3个辫子针，找到下一个花瓣的第1个长针的针目入针，钩一个短针，这样第1个组合就钩好了。再钩3个辫子针，然后找到第2个长针的针目入针，再钩一个短针，然后3个辫子针，接着还是在2个短针的中间，也就是这个拐角处的中间部位入针，钩一个枣形针，依然是穿过前2个线圈，绕线，还是穿过前2个线圈，继续第3个，只带过前2个线圈，钩针上有4个线圈，绕线依次带过，钩一个锁针。好，接着3个辫子针，继续按照同样的方法把这一圈钩完。最后一个枣形针钩完，钩3个辫子针，直接和第1针进行引拔连接。最后钩一个锁针固定，拉大线圈，断线。接着来钩第1圈白色的边框部分。来看图解，第5圈我们要在上一圈的3个辫子针处入针。第1个先钩3个短针和1个中长针，然后第3个就是拐角的位置，我们要钩长针2个辫子针3个长针，依次这样钩完一整圈。换白色的线，找到上一圈3个辫子针形成的这个大洞里面，我们在每一个这个大洞里面入针，带入白色的线，首先钩一个锁针固定，然后钩一个起立针，我们钩一个短针，这是第1针，用记号扣标记好。接着继续钩2个短针和1个中长针，第2个短针钩好之后，同一个洞里再钩1个中长针，第1个洞里面的4针就钩好了。
到第二个洞里面，我们先钩2个中长针，线头在这里就可以剪断了。接着钩第二个中长针，然后是2个长针。第二个洞里的4针也钩好了。来到第3个洞里，第3个洞里我们要先钩1个长针，然后2个辫子针。接着呢，同一个洞里再钩3个长针。下一个洞里呢，钩3个中长针和1个短针。下一个洞里我们钩2个短针和2个中长针。接下来的洞里我们钩1个中长针和3个长针。接着钩2个辫子针。下一个洞里钩3个长针和1个中长针。方法很简单，就是在上一圈3个辫子针形成的大洞里面入针，每一个大洞里钩4针组合。大家按照图解把这一圈钩完。最后一针完成后，和第一针进行引拔连接，取下记号扣，不需要断线。我们来看最后一圈边框的钩法。来看图解，第6圈我们在上一圈第一针短针的位置入针，钩3个辫子针，然后一针对应一针的钩2个长针，第4针空着不钩，然后下一个4针我们钩3个长针，第4针空着不钩。到拐角处，第一个长针钩1个长针，2个辫子针处钩2个长针，然后2个辫子针，再在这个2个辫子针处钩2个长针，下一个长针处钩1个长针，再下一个针目空着不钩，继续3个针目钩3个长针，然后空1个不钩，接着再钩3个长针，空1个不钩，3个长针，空1个不钩。拐角处钩2个长针、2个辫子针、2个长针的组合，以此类推。来看具体钩法，先钩3个辫子针，第3个辫子上做记号扣标记，接着下一个短针针目处钩1个长针，下一个针目再钩1个长针。到这里算上起针的3个辫子针，我们已经钩好3个长针了。接着钩1个辫子针，下一针空着不钩，我们再下一针钩1个长针，继续钩2个长针。第3个长针钩好后，钩1个辫子针，空1针不钩，下一针目钩1个长针，拐角处的2个辫子处，我们来钩2个长针。钩好后再钩2个辫子针，拐角处呢再钩2个长针。下一个针目比较容易被忽视，大家要注意找一下。钩1个长针，接着呢1个辫子针，空1针不钩，下一个针目入针，钩1个长针，接着还是2个长针，
一个辫子针。我们看一下规律，就是3个长针和一个辫子针的组合，在拐角处钩2个长针、2个辫子针、2个长针这样的一个组合，每一个角落都是2个长针、2个辫子针再2个长针的组合。大家接着按照图解把这一圈剩下的部分钩完。最后一针钩好之后，我们直接拉大线圈断线，找到第2个长针的针目，我们从背后往前入针，把线头拉过来，再从最后一个辫子针处入针，挑这个单层线圈就可以，把线头拉过来，拉紧线头，边缘就处理完整了。钩好的织物可能有点皱，我们轻轻的这样拉扯一下边缘部分，再把线头在织物背面藏一下。剪断线头，这样一片樱花花片我们就钩好了。北半球的春天到了，太适合做樱花系列的小配饰了。下一期我将为大家演示如何制作这款漂亮又简单的樱花束口袋，可以装耳机、钥匙等小物件，还有这款樱花的小挂件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喜欢的话请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的新视频了。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